你有沒有發現，人這一生最難對付的，從來不是別人，而是自己。你可以忍受孤獨，可以抵抗貧窮，卻往往敵不過腦子裡那個不停說話的聲音。它像一台永遠不肯關機的機器，一會兒讓你自責，一會兒讓你焦慮，一會兒又讓你幻想明天會更好。可笑的是，我們活了一輩子，卻從沒認真想過，那個在你腦中說話的到底是誰？這裡是意識覺醒，記得按讚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，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。有人說那是自我意識，但真相遠比這個詞複雜。你以為自己在思考，其實多數時候你只是在被思維控制。心理學家榮格說過一句話：潛意識不被意識到，它就會主導你的生活，而你稱之為命運。聽起來玄，可細想，是不是很像你身邊的現實？有些人一再陷入相同的感情模式，一次次遇到同樣的爛人。有些人換了3份工作，問題依然沒變，不是公司不好，而是你帶着同一個，自己去到哪裡，哪裡就會出事。那為什麼我們會卡在同樣的劇本裡出不來？因為我們被一個看不見的系統操控，不是 AI， 不是政府，而是心理腳本。它從你小時候就開始編寫，父母的眼神，老師的批評，第一次被否定的記憶，都成了那段無形的代碼。長大後，你以為你在自由選擇，其實只是那段舊代碼在運行。比如，有人總想取悅別人，因為小時候只有聽話才有愛。有人拼命成功，因為潛意識害怕貧窮帶來的羞恥。表面上看，這是努力；深層看，這只是恐懼在驅動。那靈性和這些有什麼關係？太多人誤會靈性是玄學，是通靈，是拜神。其實靈性最真實的意思，就是回到你是誰。當一個人終於有勇氣停下來，去看清自己為什麼恐懼，為什麼憤怒，為什麼總在重複，那一刻他就已經開始覺醒。覺醒不是飛升，也不是放下所有物欲，覺醒只是不再被情緒和思維牽着走。可是說得容易，做到難。你有沒有試過，明知道某段關係有毒，卻還是捨不得離開？明知道熬夜會傷身，卻還是滑着手機到凌晨？明知道焦慮沒用，卻又停不下擔心？這就是人性的悖論。人不是理性的動物，而是被習慣和恐懼牽引的生物。心理學研究顯示，一個人的95%行為其實是潛意識自動反應。你以為你在選擇，其實只是身體在重播舊的經驗。那怎麼辦？要怎麼脫離這個輪迴？答案很反，直覺不是改變，而是覺察。你改變一個行為，潛意識會用另一個行為替代。你想壓抑情緒，它會換個方式反彈。只有當你能靜靜地看見它，不評判，不逃避，它才會慢慢失去力量。那一刻，你才第一次真正擁有自由。靈性修行其實是心理療癒的終極版本，只是前者講心，後者講意識。比如心理學用內在小孩來解釋創傷，靈性則說那是靈魂碎片。心理學讓你面對恐懼，靈性則教你穿越恐懼，從被控制到成為觀察者。我認識一個人，35歲，事業成功，家庭美滿，卻長期陷入空虛。他說自己像是一具漂亮的殼，心裡卻像住着個沒人理的小孩。後來他去做靜心訓練，第一次在完全安靜的狀態下待了2個小時。那2個小時，他哭了整整1個小時。他說那不是難過，而是一種終於聽見自己的釋放。從那以後，他的焦慮沒完全消失，但他再也不怕孤獨了。他開始懂得，不是外界不夠溫暖，而是他太久沒回家那個家。在自己心裡，覺醒這件事不是瞬間的頓悟，而是一次又一次在黑暗裡轉身。每一次情緒爆發，每一次被拒絕，每一次心碎，都是一次邀請你去認識那個真實的自己。只是多數人抗拒，怕痛，怕面對，怕失去控制。於是我們寧願繼續假裝忙碌，繼續看短視頻，繼續把痛麻醉掉。但壓抑不會讓痛消失，它只會潛入更深的層面，變成焦慮、失眠，甚至身體的病。你以為身體生病，其實只是靈魂在大聲求救。你有沒有發現，有些病怎麼治都治不好，醫生查不出原因，卻總在特定情緒爆發後復發？那不是巧合，
研究發現，長期壓抑情緒會直接改變身體的免疫反應，怒氣容易傷肝，焦慮會影響消化，抑鬱則讓全身能量停滯。東方古人早就明白這一點，只是現代人用心理疾病4個字把它包裝得很科學。其實，靈性與心理本就是同一條路的兩端，一端治心，一端治魂。但真正的關鍵不在知識，而在體驗。當你開始靜下來，開始覺察呼吸，開始感受身體的能量流動，你就會發現，那個你以為碎掉的自己，其實從未消失，你只是忘了自己原本是完整的。覺醒不是要你變成聖人，而是讓你重新成為人，一個有意識的活着的人。覺醒之後呢，難道就從此平靜、喜樂、沒煩惱了嗎？當然不會。真正的覺醒不是逃離人世，而是學會在塵世中行走。你依舊要上班，要面對家人，要付賬單。不同的是，你開始知道什麼是外界的戲，什麼是自己該演的角色。你不再被情緒牽着走，而是能在混亂中保持一種內在的清明。那種狀態就像是在暴風雨中站着，風照樣吹，雨照樣下，但你不會再被吹跑。人性的覺醒不在於看透別人，而在於看透自己。有個現象你一定熟悉，我們很容易看出別人有問題，卻很難承認自己也有同樣的問題。你覺得上司自大，卻沒看到自己也在控制別人；你嫌另一半冷漠，卻沒看到自己也在逃避親密；你討厭別人虛偽，卻忘了自己也常說違心的話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的大腦天生有個自我防衛系統，叫做認知偏差。它讓你只看見自己想看的現實，只相信能維護自我形象的信息。換句話說，你不是在看世界，而是在看鏡子，而那面鏡子叫投射。靈性講外境及內心，心理學講投射機制，其實是一回事。你討厭的那個人，往往就是你不敢承認的自己；你看不起別人的地方，往往正是你最害怕變成的樣子。人性的黑暗不在他人身上，而藏在我們否認的那一面。所以，覺醒的第一步是有勇氣照鏡子，不是那種照得自己更漂亮的鏡，而是能照出你真實樣貌的那種。那會很痛，因為你會看到自己的嫉妒、怨恨、慾望、恐懼。可也只有當你看見這些陰影，他們才不再控制你。榮格說，你無法成為完整的人，除非擁抱你的陰影。舉個現實的例子，有個人表面溫和，誰都不衝突，但一遇到批評就立刻防衛、解釋、反駁。別人以為他脾氣好，其實他只是害怕被否定。那個乖的外殼下藏着一個永遠不被看見的小孩。每次被挑戰，他不是在反駁現在的人，而是在保護過去那個被罵哭的自己。我們都一樣，每一個成年人的脆弱都是小時候沒被允許哭的結果。那覺醒之後要怎麼面對這些陰影？不是對抗，而是擁抱。你越想擺脫它，它就越纏着你；你越能擁抱它，它就越失去力量。真正的療癒不是改變自己，而是接納自己。這聽起來像陳腔濫調，但當你真做到那一刻，你會發現一種不可思議的輕盈，好像全身的緊繃都鬆了。那個一直在表演的人格終於可以下台休息。可是大多數人做不到，為什麼？因為社會的遊戲規則不允許你做自己，你要被喜歡，要被認可，要成功，要穩定。於是你戴上一個又一個面具，久而久之，你忘了哪一張才是真臉。你活得再光鮮，也會覺得空虛。台灣的社會尤其典型，我們被教育要乖，要忍，要為別人着想。久了以後，很多人連憤怒都不會了，只會壓抑、委屈、內耗。可人不是機器，壓得越久，能量就會反彈。於是焦慮、倦怠、失眠、憂鬱症越來越多。你以為是壓力太大，其實是靈魂太窄。現代人追求各種身心靈課程、塔羅、冥想，其實都在找同一個東西：我到底是誰？只是多數人停在表層，想要放鬆，想要好運，想要心想事成。可是真正的靈性成長從來不舒適，它不是甜點，而是手術，要切開，要流血，要重生。你得看見自己的假象，承認自己的恐懼，原諒自己的過去。那是一場撕裂，但撕開之後，你才會發現，痛的那一層不過是一層殼。覺醒不是高人一等，
而是更謙卑。你不會再輕易評判別人，因為你知道每個人都在用他所擁有的意識水平努力活着。你也不會再隨便羨慕別人，因為你明白所有的光鮮背後都有代價。你開始懂得每個人都在同一條河裡飄，只是有的人裝得鎮定，有的人已經被水嗆。可是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人明知道這些道理，還是不斷陷入同樣的痛？那是因為人性的底層是控制。我們害怕不確定，所以想掌控；害怕被拋棄，所以想抓緊；害怕失敗，所以拼命完美。可控制的結果就是永遠緊繃，越想控制越容易失控。而靈性的智慧就是放下控制，不是放棄，而是信任。信任生命有它自己的節奏，信任宇宙不會欠你一個解釋。你不需要知道為什麼現在這樣，你只需要學會我能在這樣裡活着。很多人以為信任生命是宿命論，其實恰好相反，那是一種力量，一種更高層次的清醒。當你停止掙扎，停止抵抗，能量就開始流動，事情反而容易順利。不是因為奇蹟發生，而是你不再與它對抗。有一個心理實驗很有意思，研究人員讓2組人分別體驗控制和放手，一組被要求完美的堆積木，另一組被允許隨意堆。結果發現，第2組人雖然亂，但情緒更平靜，創意更高，因為他們不再試圖贏，而是進入流動狀態。人生也是這樣，當你試圖控制一切，你會錯過那個最自然的流。有人問我，那要怎樣才能真正信任生命？很簡單，先學會信任自己。可悲的是，我們從小被教導要聽別人、聽老師、听父母、听專家，久了之後，我們不再相信自己的直覺。其實直覺才是靈魂的語言，那種我覺得對的感覺，往往比理性更準確。靈性修行不是要你去找導師，而是讓你重新成為自己的導師。你才是那個最懂自己的人。當你開始信任自己，世界會慢慢變得不一樣。你遇到困難，不再第一時間怪別人或怪命運，而是問這件事想教我什麼。你開始把生活當作修行的場，而不是懲罰的地獄。你開始懂得，每一次失去其實是清空，每一次分離其實是進化。你不再抗拒改變，因為你知道生命不會奪走屬於你的，只會拿走你已經不需要的。那一刻，你會發現，所謂靈性成長，其實就是重新做人，不是變得高頻，不是遠離俗世，而是活得更真實。你可以在市場討價還價，也可以在夜深人靜時對自己誠實。你依然有情緒，有慾望，有恐懼，但你知道他們來時不再慌。你懂得觀察他們，安撫他們。你開始明白，人生不是要贏，而是要醒。覺醒不是為了讓你脫離人間，而是讓你更深地進入人間。很多人修行修着，就開始逃避，逃人群，逃痛苦，逃現實，以為離開一切才能清淨。可真正的清淨，不在深山，而在市井。你能在吵雜中不亂，在失控中不慌，在複雜中依然有愛，那才是真正的修行。一個真正覺醒的人，不是表面溫柔，處處忍讓，而是內在穩到不需要證明自己。他可以溫和，也可以鋒利，可以慈悲，也可以堅定，因為他知道，所有情緒都只是浪花，而他是那片海。海不會因為浪而消失，他只是看着浪來，又看着浪走。很多人問我，那覺醒的人是不是就沒有痛苦了？我說，不是沒有，而是他們不再逃。痛苦不再是敵人，而是老師。每一次痛都是靈魂在成長。你會開始明白，那些讓你痛的人，其實是來幫你看見自己沒看見的部分。那個讓你憤怒的上司，逼你看到你對權威的恐懼；那個讓你心碎的戀人，逼你面對你對愛的依附；那個讓你焦慮的現實，逼你學習信任。生命從來沒打算害你，它只是用最精準的方式讓你醒。有一句話我很喜歡，命運從來不是懲罰，而是教育。當你懂了這一層，你就不再問為什麼是我，而是開始說謝謝你讓我學到。那一刻你會發現人生沒那麼殘酷，原來一切都不是阻礙，而是指引。台灣有句話說得好，走到哪裡都是修行。有人在職場修忍耐，有人在家庭修愛，
有人在孤獨裡修勇氣。修行不是打坐，是生活本身。你每天面對的情緒就是你的老師，你逃不開的人就是你的道場。你能在那個瞬間不反應、不責怪、不逃避，那一秒就是覺醒。可是別誤會，覺醒不是永遠正能量，那只是另一個陷阱。真正的覺醒是允許自己有負面情緒，你可以難過，可以憤怒，可以脆弱，但你不會再被它吞沒。你會在哭的時候知道自己在哭，在痛的時候知道自己在痛，在混亂的時候知道自己還在呼吸。那種清醒就是靈魂的力量。有一次我去台南演講，結束後一個中年男子跑來對我說，我聽你講的時候哭了，因為我才發現原來我這一生都活在別人給的劇本裡。我問他，那現在你想怎麼活？他說，我想寫我自己的劇本。那一刻我笑了，因為那就是覺醒的開始。人這一生終究要走向兩個方向，要麼繼續沉睡在別人寫好的故事裡，要麼開始拿回筆寫自己的篇章。沉睡的人以為安全，其實在慢慢死去；覺醒的人以為危險，其實在真正活着。你會害怕，但那沒關係，因為恐懼就是靈魂破繭前的顫抖。我們終究會發現，靈性不是一種信仰，而是一種勇氣，是敢於看見自己，也敢於面對世界的勇氣，是能在痛裡不怨，在亂裡不逃，在疏裡不恨的力量。當你有一天不再問我該怎麼辦，而是靜靜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心裡說我明白了，那一刻外面的世界可能什麼都沒變，但你已經變了，那就是覺醒的真正意義。所以別去追求高頻顯化宇宙訊息，那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回到你自己，去照顧那個害怕的自己，擁抱那個受傷的自己，原諒那個曾經做錯事的自己。當你這樣做時，你會突然發現你不需要變成誰，你本來就夠好。到那一刻，你就会明白，《黄帝內經》裡那句古老的箴言，其實也是說給現代人聽的：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，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當一個人能心平氣定，靈魂安住，外在的風暴就再也傷不了他。所以最後我想送你一句話，覺醒不是終點，而是起點。它不是讓你飛升，而是讓你落地，落到人間，去愛，去哭，去笑，去經歷。因為只有當你真正活過，你才配得上靈魂2個字。